新出的这个天蓝色的 MacBook Air 太好看了吧？关键是价格一下就来到了史低价，但实测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了？嘿，我是 A 仔，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M4 芯片 MacBook Air 天蓝色买前必看，你一定需要知道的5个问题。那首先呢，就是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真的太漂亮了。苹果第一次给 Air 上到这个蓝色，那它非常的清凉，同时感觉不沉闷。我把之前也看起来比较浅色系的星光色也放到这边，你可以对比一下。我怎么感觉星光色都有点黯然失色了呀？它有点像是 iPad Air 的蓝色，但还要更清凉一点。那同时你再对比一下之前的午夜色，我真的觉得这就是 Air 绝配的颜色。然后我发现，如果我坐在窗边，其实它会有这种银色的机身质感，强光下是银色，暗光下是蓝色。那当然，我最关心的还是它防不防指纹。那实测看了一下，还不错。那除非你是这种小油手，还是要多注意一点。所以今年如果你要买 MacBook Air， 一定要入这个蓝色。我都能想象，如果你去咖啡店，对吧？或者是你临时处理一点办公的事情，打开这个 Air， 一点包味没有，还会有人突然对你指指点点，然后拍下来，小声跟朋友蛐蛐。他用的就是那个最新款的天蓝色，太漂亮了。那第二个就是 M4 芯片的 Air 到底快了多少呢？我手上的这台是 M4 芯片13英寸的16+1TB 的，那咱就不跟 M1、M2 这些老家伙比了，咱重点来对比一下去年 M3 芯片，这才是大家真正关心的或者是选择的难题。那实测去年 M3 芯片15英寸16GB 加512，达芬奇导出 4K 视频 ，M4 用时10分钟11秒，温度是38度，然后 M3 用时是11分10秒，42.6度，也就是说快了1分钟，温度还低了4.6度。果然啊，这个 M4 芯片的3纳米工艺，然后加上2个小核，那这个性能表现还是挺突出的。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苹果自家亲儿子 Final 的视频导出 ，M4 依然是遥遥领先。那哪怕说我们的这个 M3 屏幕其实更大一点，按理来说会稍微带来好一点点的散热，但其实还是打不过。那跑分呢也印证了这个性能的差距，所以 MacBook Air 新品买新不买旧。那再来就是2款都在官网上说是18个小时的续航，但其实 M4 这边在电池上偷偷升级了一点点，然后还多了2个小核的这个能效核心。那实际用下来，其实它还会更省电一点。那第3个就是摄像头升级了，现在是 M4 芯片 ，M3。哦，这个人物居中，它会一直跟着我动，所以整个画幅我会更居中一点，然后也会更大一点。你感觉怎么样？它这个摄像头呢，还有一个桌面视角的功能。点开之后，你看原本我的视窗是在的，然后这时候我点共享，它就能看到吗？我手上的这个文偶。然后我还可以通过这个笔记本去调整它的角度。能看到 ？OK。这样你就不用特意这样举起来或者干嘛的。那第4点就是 MacBook Air 支持了2个屏幕的连接。那虽然说 M3 也是能接2个，但是要在合盖子的情况下，那这就导致你的键盘还有触控板在这干啥？摆设吗？但是现在 M4 开盖可以用了，可以连接2个6K 的显示屏，那再加上笔记本本身的这个屏幕，3个屏多任务直接起飞。那所以说，如果你有多任务的需求 ，M4 就是你的必然选择了。那么第5个就是买哪个版本更值得。那首先我先说一下我最不推荐的版本，就是这个起售版13英寸10核 CPU 8核 GPU， 砍了2个 GPU 核心的这个7999的。我感觉这就是库克玩的一个心理战术，想让你一看新品，还降价1000块，还有新颜色。结果呢，你兴冲冲的点进来，选了一下，存储256实在是不是有点小了？买电脑又不是买 iPad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把存储加到512GB， 你就会发现，无论是你加存储加到512，还是你把运行内存加到24GB， 它的 GPU 就不阉割了。所以谁要买那个起售版本呢？怎么感觉那个起售版本就是一个噱头呢？那当然，如果你说你大部分的办公都是在云上的，或者是说公司给你发的，那咱就不挑了。那么关于推荐的配置，我首先推荐13英寸，除非你有特别明确的大屏使用需求，不然我觉得13英寸无论是通勤便携，然后包括这个屏幕轻薄的感觉，新的配色都是永远地神。这个电脑我觉得在未来3到5年都仍然是让人一眼看上去觉得非常有新鲜感的电脑。
那配置上16+512，我觉得是适合大多数人的。那比方说你开10几个标签页，然后4K 剪辑一些小的视频，然后或者是用 AI 的功能。那24GB 加512GB 适合工作量较大的朋友，然后包括你有开虚拟机的需求，或者说你经常剪辑这种4K 的视频。那 Air 现在也带得动，这个配置也能用上个5年，都问题不大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款 M4 芯片 MacBook Air 天蓝色真的很漂亮的这么一个使用体验了。如果能帮到你的话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好，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喽。